你有没有发现，最近网络上的青鸟怎么突然都不见了？昨天晚上，霸团一夜爆3件大事，直接把这群自以为清高的信仰派打到破功。罢免领衔人徐小花直接呛选民非常愚蠢，网红陈柏元怒骂青鸟变质与八囧决裂。饶舌歌手大志的公司竟然拿了2029万国家补助，这些事件不只震惊网络世界，连民众党徐府都惊呼资讯量太大。你是不是也感觉这不是民主，是走火入魔的义和团？今天这支影片就要带你完整破解这场信仰式政治操作的崩溃现场。别走开，最后我还会告诉你，为什么8月23日一定要罢免不同意，和山更要严议。我们要让这次青鸟翻船成为全民觉醒的转捩点。7月初，在台中一场罢免说明会上，徐小花站在台前，面带冷笑地说出这句话：这些选民真的非常愚蠢，这不是脱口而出，而是他的内心话。他还透露要在网络上发起一波降智图卡行动，用讽刺低俗的梗图来教育反对罢免的人，你能接受吗？一场号称民主行动的罢免运动，却以贬低选民智商为出发点。这不是民众与民众的民主对话，这是认知作战。这是民进党侧翼集体自我感觉良好后，把不同意见的人当成次等公民。你接受一个领衔罢免的人，竟然用愚蠢形容人民的选择吗？还要搞网军事霸凌，这叫做民主还是情报作战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场罢免不是为了改革，而是为了清算异己。当公民被当成次等，被视为无知，这场运动已经彻底背离民主的初衷。如果说徐小花的言论已经是走火入魔，那么接下来这位网红的反应直接把青鸟派的内斗扯开来给大家看。闽南郎陈柏元公开发影片，当信仰被推向极端，反共运动被他完成纳粹，正式宣布与八囧决裂，并怒轰青鸟团体，像极了义和团与文革交叉版。他说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曾经信仰他们，但现在看到的是操弄群众情绪的独裁模拟器。八囧虽然事后道歉，但自嘲这种说法能抹去纳粹的历史阴影吗？更让人担忧的是，当一场运动出现内部斗争、公开分裂，是不是说明青鸟运动已经失控变质？青鸟做的都是什么？一边说民主，一边骂人愚蠢，一边排除异己，这根本变成了政治宗教。为什么一场原本诉求正义的运动，如今却充满排他、仇恨、攻击异己的能量？压死青鸟信仰的最后一根稻草来了。你可能听过饶舌歌手大支，过去号称反黑箱、挺社运、草根文化的代言人，但这一次他的形象彻底翻车。他开设的人人有功练音乐工作室，在过去4年中共领取了超过2029万的政府补助金。你可能会说，这也许是正常文化补助啊，补助本身不是问题，问题在于这些钱有没有变成政治工具。就在823罢免案前夕，大支高调发行了新歌《辣的》。这首歌不仅歌词嘲讽国民党，还顺便影射五月天相信人民币。MV 最后画面明明白白写着本片获文化部补助，纳税人的钱变成他攻击异己、消费政治的子弹，这合理吗？更惊人的是，这2000多万的补助里，其中有一笔来自证交所补助的1000万元，推荐单位不是别人，正是中华文化总会，而大支本人正是该会的执行委员。文化总会的会长是谁？赖清德。换句话说，这补助案完全是奉旨给饭、球员兼裁判。赖清德当会长，让大支当委员，再向文总推荐，发下1000万补助，然后大支发歌挺民进党。
补助、拍片、挺政府再补助，是不是很熟悉？这些年来，大支多次出现在民进党造势场合拍摄亲绿宣传片，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化扶植，这根本就是国家级的侧翼操作机制，这根本是变相用纳税钱养侧翼，养自己人。你还相信这个政府是在做文化政策，还是他们只是在替自己人发钱，让自己人唱歌骂你？当文化成了政治酬庸，当补助变成提款机，你还能相信民进党是为人民服务吗？从徐小花的非常愚蠢，到陈柏元的分裂影片，再到大支发歌骂国民党，还靠赖清德的文种系统加持，这些事件拼凑起来是一个清晰的轮廓。民进党已经丧失道德领导力，青鸟行动变质为义和团，假民主之名行斗争之实，这三件事拼起来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场民主运动，而是一场包装成公民参与，实际上是精英主导将网军共构将国家资源加持的认知作战，是一场披着正义外衣的政治斗争。谁在带风向？谁在拿你的钱唱歌洗你脑？谁骂你愚蠢，还要你感恩他们为你降智？如果我们继续沉默，让这种青鸟式霸凌成为常态，接下来会是谁被他们嘲讽？谁会成为下一个愚蠢公民？如果你也看不下去，就帮这支影片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醒过来。现在就是我们用选票来告诉他们，够了！要拒绝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打压异己，拒绝把选民当低能的霸团侧翼，罢免不同意。我们拒绝让选举变成清算工具，核三要严以，我们要的是电力稳定，不是意识形态导电。8月23日不只是一次罢免，是我们对政治霸凌、侧翼洗脑与贪腐网络说不的日子。请留言告诉我，你觉得这场罢免是1真民主行动，2被操弄的义和团骗局，请留言1或2，让更多人看见台湾真正的民意。也别忘了帮这支影片按个赞，订阅我们频道，并分享给你所有关心台湾未来的亲友。让我们一起站出来，用理性的选票守住台湾的民主、电力与我们的尊严。